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在上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前苏联混乱的载人月球计划的管理，还把科罗廖夫生前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进展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今天的节目我会继续这个话题，把科罗廖夫逝世后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向大家介绍完。前面说到，从1966年开始，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就被分成了载人绕月和载人登月两部分，而科罗廖夫最后决定采用月球轨道交会对接的模式来实现载人登月。想要用这种模式来实现载人登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拥有大运载能力的运载火箭。科罗廖夫打算用 N1 火箭来实现这个目标。按照新的方案要求，就必须对原 N1 火箭的设计方案进行改进。改进的 N1 火箭的性能指标得到了大幅提升，而这也大幅增加了火箭的研制难度，因而 N1 火箭就成为了载人登月的短线。由于当时的前苏联没有使用无毒推进剂的大推力火箭发动机，而且格鲁什科领导的456设计局也无意为科罗廖夫研制新的发动机。科罗廖夫只得为 N1 火箭的一子级配备了30台单发推力为154吨的276设计局的 NK-15 液氧煤油发动机。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对数量众多的发动机的控制所需的技术超出了当时前苏联的技术水平的上限，因而 N1 火箭的研制一直困难重重。最终N1 火箭的研制失败，也直接导致了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的失败。关于这些，我在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介绍。想实现载人登月，除了火箭以外，原有的联盟 7K OK 飞船也必须进行改进。想要清楚地介绍飞船的改进内容，我要首先介绍一下美国的宇宙飞船和前苏联的宇宙飞船在总体设计思路上有什么差异。宇宙飞船的主要作用就是运载宇航员进入太空完成某项任务，或者抵达其他太空目标去完成任务，最后再把宇航员带回地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宇宙飞船需要有以下几个功能组件或者是舱室。首先就是供电组件和推进组件，在这一部分，美苏的总体设计思路基本相同，一般被称为推进舱或者叫服务舱。然后就分别是成员舱室、返回舱室和轨道工作舱室。美国的宇宙飞船一般把成员舱、返回舱、轨道舱做成一体。阿波罗飞船、龙号飞船、猎户座飞船、Starliner 飞船都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设计的。前苏联的宇宙飞船，成员舱和返回舱一般是一体的，但轨道舱一般是独立的。联盟号飞船就是其中的典型。中国的神舟飞船是参考联盟号飞船的设计思路设计的，因而也继承了联盟号飞船的这个特点。接下来，我还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联盟飞船的命名规则。到目前，在我的这期节目里已经出现了联盟 7KL1、联盟 7KL3、联盟 7KOK 3种联盟飞船了。大家可能都被这么多型号的联盟飞船给搞糊涂了。其实联盟飞船的命名方法很简单，最前面的联盟2个字是为了我们介绍方便而加上去的，在前苏联的官方技术文件里并不需要这个词。在官方的技术文件里，用于表示基本型联盟飞船的代号就是 7K， 只要一提 7K， 表示的就是基本型联盟飞船，它是联盟飞船的初始设计代号。而 L1、L3 中的 L 表示的是 Luna，也就是月球，后面跟的数字表示的是不同任务，而 OK 表示的就是轨道舱。所以在近地轨道工作的联盟飞船就是带有地球轨道舱的联盟 7K OK 飞船，执行载人绕月任务的联盟飞船就是不带轨道舱的联盟 7K L1 飞船。现在回到为执行载人登月任务需要对联盟 7K OK 飞船进行改进的话题。由于按照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模式的要求，宇航员在登陆月球的期间，载人飞船需要在月球轨道运行，而联盟 7K OK 飞船携带的 OK 轨道舱不能胜任月球轨道的飞行任务，因而必须加以改进。
我现在能够查到的关于轨道舱的改进就包括增加轨道舱的容积，以容纳更多的设备，还有在轨道舱前端增加一个小舱室，用于满足未来可能会与登月舱对接的要求。改进后的轨道舱被叫做月球轨道舱，也就是 LOK， 这个 L 依然是月球的意思。另外，根据飞船在运载火箭上的布置情况，原来 7K-OK 飞船是直接安装在运载火箭上面级的上方的，而在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时候，在 7K-LOK 飞船的下方将会是登月舱，因此 7K 飞船的尾部也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改进。除了这些改进，我估计 7K 飞船的推进舱很可能也需要改进，增加更多的推进剂。最后，由于受到空间的限制，飞船只能搭载2名宇航员，而不是像阿波罗飞船那样能装载3名宇航员。介绍完了飞船，让我们再来看看登月舱。在新方案中的登月舱被称为 LK， 由曾经与科罗廖夫竞争过的杨格利执掌的南方设计局来负责。登月舱 LK 无论是从总体布置还是起降方式上，都和阿波罗登月舱 LM 非常接近。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登月舱 LK 和登月舱 LM 性能参数的对比。只不过由于 N1 火箭的运载能力不足， LK 被设计得很小，自重只有 6.53 吨，总高不超过 5.8 米，只能容纳1名宇航员，比阿波罗的 LM 要小很多。并且相比于 LM 安装了独立的上升发动机和独立的降落发动机，为了减轻重量， LK 只安装了1台发动机，既用于上升也用于下降。除了前面所说的航天器之外，为了让宇航员能够在月面上行走，前苏联的登月计划还需要研制专门的登月宇航服。这项任务交给了由盖伊·谢沃林领导的星辰设计局来完成。谢沃林以宇航员列昂诺夫实现太空行走时穿的猎鹰宇航服为基础，专门研制出用于月面行走的隼94宇航服。这款宇航服与阿波罗计划中宇航员登月时穿的软式宇航服不同，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宇航员登月时的活动时间，并兼顾可靠耐用的考量，隼94宇航服采用了半钢式设计，整个宇航服只有在背部有一个开口，宇航员由此进入宇航服，这让隼94宇航服看起来更像一架小型飞船，而不是单纯的宇航服。整个宇航服非常结实耐用，有厚达10层的防护层，总重量达到了105公斤，每次出舱可以维持宇航员6小时的工作时间。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宇航员在月面上行走的时候的安全，谢沃林在隼94宇航服周围还加了一圈环状的安全器，在宇航员摔倒的时候可以将其弹起，防止受到伤害。而我在这儿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的首款舱外宇航服大量借鉴了俄罗斯海鹰舱外宇航服的设计经验，而海鹰舱外宇航服也是星辰设计局的产品。载人飞船、登月舱、宇航服我都介绍完了，下面我就要专门来和大家聊聊前苏联载人登月计划中的致命短线 N1 火箭了。N1 火箭从1959年开始就进行方案论证，从一开始准备在上面级使用核发动机，能携带50吨的载荷，到后来变成拥有95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成为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首选火箭。总体设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于样机生产的 N1 火箭已经变成了一种5级火箭，火箭各子级全部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在火箭的5个子级中，一子级安装了30台单发推力达到154吨的 NK15 发动机，二子级安装了8台单发推力达到175吨的 NK15V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其实是 NK15 发动机的真空版。火箭的3子级安装了4台单发推力为 40.25 吨的 NK21 发动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这3个子级会把4、5子级和载荷送到近地轨道，而4、5子级的作用就是把载荷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并飞向月球，其中5子级就是我前面曾经多次提到的地阻级。由于火箭的1子级安装了30台发动机，
N1 的总推力达到了惊人的4620吨，这要远大于土星5号火箭的3470吨。但为什么推力小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拥有近140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而推力大的 N1 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却只有95吨呢？其实，造成这个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2子级和3子级都使用了比冲更高的氢氧发动机，而由于前苏联氢氧发动机技术不过关，只能在 N1 火箭的上面级上使用比冲比较低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我在我以前的很多期节目里都曾经谈到过大比冲发动机对太空任务的重要性。这次事例很好地证明了高比冲发动机在太空中的优势。1969年2月3号，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首枚 N1 火箭被竖立在拜科努尔的发射台上。但是在发射时，火箭点火升空后仅仅55秒，就由于氧化剂管路爆裂，N1 火箭在高空发生了爆炸， N1 火箭的首飞就此失败。同年7月3日，第二枚 N1 火箭又被竖立在发射台上。与上一次发射不同，这一次在几百米开外还竖立着一枚 N1 火箭的工程样机，而且这一次发射有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员、工程师和热爱航天的平民到现场观摩。然而悲剧再次降临，就在火箭点火升空后不久，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就出现了故障，刚刚离开地面不到几十米的火箭又重重地摔回到了发射台上。就在此时，火箭的逃逸塔也开始点火，整个火箭瞬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就这样，在数千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身躯庞大的火箭瞬间化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久久不能散去。这次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发射台瞬间就被摧毁，发射台周围的一切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在这起事故中，总共有150人不幸蒙难。当弥漫在被摧毁的发射台上空的烟雾逐渐消散之后，所有见证了 N1 火箭第二次发射失败的人都在猜测，下一次发射尝试还要等多久。按照前2次发射间隔时间为6个月来看，第3次发射应该也不会等太久。但实际情况是，在第2次发射中，唯一可用的 N1 火箭发射台几乎完全被摧毁了。因此，即使第3枚 N1 火箭很快就能准备好，维修发射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幸运的是，第2个 N1 火箭的发射台已经在1968年底基本完工。二飞的 N1 火箭在旧的发射台附近发生的爆炸，基本上对新的发射台没有造成影响，因此新火箭的发射就被安排在了新发射台上进行。1971年6月24号，第3枚 N1 火箭被竖立在新发射台上，但是在火箭升空51秒后，因控制系统故障，火箭第3次发生了爆炸， N1 火箭的3飞还是失败了。1972年11月23号，第4枚 N1 火箭发射升空后不久，就出现了纵向耦合振动，导致发动机爆炸， N1 火箭遭受了第4次失败。就在前苏联这边哀歌阵阵的时候，美国那边却是凯歌高奏。1968年，在阿波罗8号任务中，指令舱实现了首次载人绕月飞行。1969年3月3号，就在 N1 火箭首飞失败后1个月，阿波罗9号任务就实现了指令舱和登陆舱在地球轨道的交会对接。5月18号，阿波罗10号任务中，指令舱首次携带登月舱实现了载人绕月飞行。7月20号，就在 N1 火箭第2次发射失败后2周，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表面时，向全世界说出了那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而此时的前苏联仅仅是在1967到1970年之间，用质子 K 号运载火箭把无人的联盟 7K L1 飞船送到了月球轨道，进行了几次无人绕月飞行。虽然这几次实验中，飞船最后都成功地返回了地球，但与美国取得的成就相比，前苏联的成绩显得无足轻重。最终，前苏联的登月计划在1971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的10月，
苏共中央正式取消了整个登月计划。此后，前苏联把航天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了空间站的建设上。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吐不快，前苏联后来对外宣布，我们的国家从未有过登月计划，苏联有自己征服宇宙的方式。我想，这种话对像我们这样经过了3年风控和神奇表态的人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了。登月计划被取消之后，N1火箭并没有立刻就寿终正寝。米深本来想继续研制 N1火箭，他不忘初心，希望把 N1火箭发展成能够发射大型空间站的运载火箭，但已经无力回天。后来，他新研发的 N1F 火箭虽然已经整装待发，但还是在1974年被前苏联的高层给取消了。从此，残余的 N1火箭就只能躺在库房里等着落灰了。下面，为了和节目的一开始有个呼应，在这个系列节目结束之前，我把节目开始时提到的另外4位航天先驱后来的经历向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科罗廖夫的死对头格鲁什科在1974年终于得偿所愿，接替米深负责第一设计局的工作，并在之后把整个第一设计局整合进自己领导的军工联合体，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公司。1989年，近80岁的格鲁什科在莫斯科病逝。同样和科罗廖夫交恶的切洛梅，在登月计划被取消后，他领导的设计局多次参与了礼炮系列和和平号空间站的研制工作。他研制的质子系列运载火箭至今仍活跃在航天发射的第一线。1984年8月12号，切洛梅在莫斯科病逝。曾经作为科罗廖夫竞争对手的杨格利，此后参加了 LK 登月舱的研制。在1971年10月25日于莫斯科病逝，享年59岁。他逝世的那一天，由他设计的 LK 登月舱还在太空中遨游。作为科罗廖夫接班人的米深，在1974年被格鲁什科取代后退居二线，专注教学工作。2001年10月10号，米深在莫斯科病逝。也许米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研团队领导，但他的人生却并不失败。最后，让我们来小小的总结一下，纵观前苏联整个登月计划，对比同时期的美国的阿波罗计划，你会发现这2个国家好像拿错了剧本一样。原本上下一心、有的放矢，以极高的效率拔得头筹的前苏联，在整个登月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显得漫不经心、魂不守舍。而在太空竞赛的初始阶段，因为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而落败的美国，却在阿波罗计划的实施阶段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向早已明确的目标。在登月计划开始之初，像前苏联这样一个号称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一直犹犹豫豫、拖沓不决，迟迟不定下参与竞争的决心。后来又居然把整个计划分散在2个相互斗争的设计局。参与者甚至还把私人恩怨和个人情绪毫无节制地带到工作当中，使原本应该就事论事的评估和论证变成了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无故牵扯了过多的精力，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做事为人的风气逐步从前苏联的航天业界蔓延至了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这就使得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开始逐渐地变得暮气沉沉，最终碎成一地。前苏联的登月计划最终失败，固然有国家疲弱、技术限制、资金不足等等客观的原因，但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前苏联高层频频的判断失误、科研人员的复杂人际关系、不同设计局间的残酷内卷等等这些主观因素，非常值得后人以史为鉴。好，到这儿，有关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过于复杂曲折，相信我肯定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如果您有什么补充或者不同意见，欢迎您给我留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